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以像素概念构成的菱格纹包包，以3长针作为像素格的基本概念，同时透过藏线的技巧，使得包包更具质感和硬挺，并且透过颜色的搭配，创造出更丰富的视觉效果。让我们一起来购置它吧。线材选用的是5股牛奶棉，ABC 3种颜色的搭配如影片所示，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。另外准备了直径大小约3公分的纽扣，工具使用了3.5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成品的完成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我们从包包的底部开始，锁边起针，基础行45个锁针，基础行结束，第一圈返回，在倒数第2个锁针上钩3个短针。第1个短针我放记号扣，接着同个针目里的剩下2个短针，这样完成小括号里的内容3短针。后续的针目连续42个短针，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42个短针结束，剩下最后一个针目，再次重复中括号的内容。先在这个针目钩织小括号3个短针，接着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从下个针目开始，又连续42个短针。这一圈结束，一共90个短针，接着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，可以收紧最后的引拔针，减少引拔痕迹。在后续的第2圈到第5圈，针数不变，一共90个短针，每一圈1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之后每个针目1短针。每一圈结束，都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，并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5圈结束，完成包包的底部。之后我们开始钩花样。第1组花样，先3锁针起立，每一组花样由3个长针构成。我们将这3锁针视为第1针长针，并且将它放上记号扣。现在已经有3锁针作为1针长针了。接着同个位置再钩2个长针，这样完成第1组3长针的花样。接着跳过2个针目，在下个针目钩织第2组花样，3个长针。因为下一组花样是 B 色，因此我们在这组花样的最后1个长针，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我们引 B 色的线来完成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将颜色换成 B 色。如果换色之后发现上一个颜色的长针被拉大，我们可以拉紧上一个颜色的线，让长针恢复到正常的大小。接着我们将其他的线头置于右方，以右手手指固定住。接着跳过2个针目，在
在下一个针目以 B 色钩织一组3长针的花样。从这里开始，在后续钩长针时，在长针最后一次挂线钩出前都要藏线，也就是将其他颜色置于目前颜色的上方，再进行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这样就将其他颜色包覆在长针头部了。包着线钩织之后，再将其他颜色的线越过目前颜色的上方，将线头摆回右方，再钩织下个长针。我们以 B 色钩完这一组花样，并且会一直在长针的头部藏线。而因为下一组花样换成另一个颜色，因此在 B 色的最后一个长针，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前，我们以下一个颜色的线来完成这个长针，同时完成换色。换色之后要注意长针是否被拉大了。现在是 C 色，因此我们将其他的颜色都摆向右方，跳过2个针目，以 C 色在下一个针目钩一组3长针的花样。记得后续长针的钩织，在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前，将其余的线头摆到目前颜色的上方，再操作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以进行藏线。一般的藏线方式都是在钩织时将线藏在针目的下方，但因为这个花样在每个花样之间会有空隙，因此这样的藏线技巧可以很好的藏住其他颜色，避免露出来。按第6圈的颜色顺序是 A 色2花样， B 色1花样， C 色1花样，接着 B 色1花样。现在颜色要换成 B 色了，我们可以像这样将其他2个颜色挑出来，留 B 色在下方，将其他颜色越过 B 色往右摆，再用 B 色进行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完成换线，也将线头包住。我先将 B、C 2个颜色的线头进行修剪，接着跳过2个针目，以 B 色钩织中括号里的最后一个花样。这样是一次完整的中括号内容。之后继续依照中括号的颜色顺序钩织花样，而花样之间都空2个针目，这一圈一共有30组花样。而在钩织过程中，因为多色钩织的关系，线团之间难免容易缠绕，因此我们可以视情况整理缠绕的线团，以避免打结再进行钩织。第6圈最后一个花样即将结束前，因为下一圈的第1组花样同样是 B 色，因此我们直接以 B 色进行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并且引拔在第1个长针上，也就是这个3锁针的起立针，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将钩针穿进针目之后，将其他颜色的线头置于钩针上方，再以 B 色进行引拔。第6圈结束，接着第7圈同样3锁针起立，而在钩织锁针时，我们像这样将其他颜色的线包覆着钩织，以便将这些线头引到上方。我
们同样将3锁针视为1针长针，并在最上方放记号扣。现在是第一组花样，已经有3锁针作为第1针长针了。接着剩余的2个长针，我们将钩针穿进下方2组花样之间的空隙，钩织剩下的2个长针，完成第1组花样。在长针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前，也是包覆着其他颜色的线头钩织，以进行长线。因为之后的长针是挑起花样之间的间隙钩织，第一次挂线钩出的线圈不要拉得太大，以避免长针过长。在包覆这些线头钩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适当的拉一下包着的线头，使包覆着的线头平整，避免露出来。第2组花样是 A 色，因此在第1组花样的最后一个长针，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，我们换成 A 色来完成长针。我们可以按照之前所谈到的藏线技巧以及换线技巧，按中括号的颜色顺序重复钩织，每一组花样都钩织在上一圈的花样之间。在这一圈重复钩织花样的颜色顺序是 B 色1花样， A 色1花样， B 色1花样， C 色2花样，按这个颜色顺序总共钩织6次。第7圈结束的花样是 C 色，而在下一圈，因为第1组花样仍然会是 C 色，因此我们直接用 C 色进行最后一个长针的挂线钩出，记得也是包覆着其他的线头，并且引拔在第1个长针，也就是3锁针起立针上将头尾相连。钩针穿进针目之后，其他颜色的线置于钩针上方，再进行引拔，这样完成第7圈。之后你会发现，因为针目结构的关系，每一圈的钩织起始位置会逐渐往右递移1个花样。我们可以按后续的文字解，一直钩织到第9圈。按照这个图样的颜色排列，以及每圈起始位置的往右递移，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的文字解。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是，在第9圈结束时，因为下一圈的第1个花样是 A 色，因此我们在这一圈的最后一个长针，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时，我们引 A 色的线来完成它的最后一次挂线钩出。再用 A 色引拔在第1个长针，也就是3锁针起立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到目前为止，所要注意的要点都已经说明，我们按后续的文字解完成图样的颜色排列。若掌握了以上钩织要点，你也可以试着设计自己喜欢的图样。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几何图形，找出重复的排列顺序和行数，钩织出独一无二的作品。考虑这个图样的对称性，我一直钩织到包包的第26圈，接着我要为它进行带口的收边，对应着第1圈到第5圈，用 A 色再往上钩织短针，因此在最后一针长针，我引 A 色来完成最后一次的挂线钩出，再引拔到第1个长针，也就是3锁针起立针上，结束这一圈。现在我的钩织起始位置已经递移到包包中间偏右方，对称第1行到第5行，我们再往上钩织短针行，为它进行收边。第27圈，1个锁针作为短针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每个长针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，一共90个短针。其他的颜色已经不需要了，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之后再做修剪。
第27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28圈，一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大概钩31个短针之后，在包包的平放下回到包包的侧边，在这里我要为它留一个穿过背带的洞口，钩织2个锁针，跳过2个针目，从下个针目开始又连续的短针。你可以视包包背带的粗细，钩织对应的锁针数，并跳过对应的针目来留这个洞口。在连续43个短针之后，又到了包包的另一侧，也是2个锁针之后空2个针目，以一样的方式留下背带的洞口。这一圈结束，仍然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29圈，每个针目1短针，因此遇到锁针时，这里有2个锁针，挑起整个锁针链钩织2短针，如此这一圈的总针数不变，维持在90个短针。这一圈结束，也是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第30圈，一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大约在10个短针之后会是带口的中央，在这里我要为它钩一个纽扣的扣环。依照我准备的纽扣，大约需要25个锁针，你也可以依照需求调整锁针数。25个锁针结束，回到短针，挑起短针的2条线引拔，完成一个扣环。接着从下个针目开始，又连续的短针，一直到这一圈结束。这一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将头尾相连。我们在这个引拔针放回记号扣，接着继续在每个针目钩织引拔针，这样这个带口就比较不会往外翻。而遇到扣环时，挑起整个锁针链钩织1圈短针，短针的数量可以视情况，只要够满这个环即可。围绕着扣环钩织短针结束，回到带口继续钩织引拔针，直到这一圈结束。钩织引拔针到记号扣的前一针结束，断线。利用缝针将线头引到后方，在包包内部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我们在包包的前侧，在扣环的对应位置缝上纽扣，这样包包就完成啦。接着我要为它钩织一条背带，使用你想要的颜色，起始线头留20公分，锁边起针，起3个锁针，接着返回，回到倒数第2个针目，连续2个短针，我们将织片调转个方向，在下一行钩短针的时候，挑起这2个对应的线圈钩1短针，这2个对应的线圈也钩1短针，钩织2短针之前，一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接着挑起对应的线圈钩短针，连续2个短针，之后原则上按照这样的规律重复钩织，也是将织片调转方向，一锁针起立之后，挑前2行所对应的短针半针，再钩织短针。在钩短针之前，先一锁针起立，接着挑前2行所对应的2个短针的半针，钩织短针，连续2个短针。之后重复钩织，直到这条背带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。
我一直钩织到这条背带大概有130公分的时候，接着我们就可以引拔断线，留2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接着我们将背带穿过包包在第28行所留的洞眼，再进行缝合固定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这样这个多彩的菱格图腾包包就完成啦。你也可以试着尝试其他的图样，期待你与艾芙琳分享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见喽，拜拜。